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秉佑议员、陈佑成议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游淑慧议员、唐强龙先生。美国一个媒体呢叫做 Axios 说，美国跟俄国在密商要停火，乌克兰呢有28点计划。俄罗斯现在战，美国人真棒，川普真棒，我们的声音终于被听到了，之前都没有听我们讲什么。乌克兰说，我们知道美国正在做一些事情，乌克兰现在看起来快被出卖了啊。那另外呢，路透社说，华府呢想要逼泽伦斯基放弃他的领土部分武力，换取对这个欧洲跟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那美版的和平方案是什么样？是乌克兰各地，就现在占有的地方都割了，克里米亚还有已经占领的地图都割了，军队减一半到40万人，远程武器统统放弃不要想要打到莫斯科去了那另外呢，川普现在派了陆军部长，这个陆军部长被川普称为 killer 杀手派他去谈，因为他们觉得之前呢外交人员谈都没用，谈了半天没有进展嘛，干脆就直接派军方去，而且派陆军部长这种杀手级的人去，直接就谈要怎样那你要叫美国支持你吗？你不听我的话，不支持了，不支持看你打到什么时候。泽连斯基他到土耳其有意重启俄乌谈判，然后俄罗斯拒绝，跟你谈什么？我们跟美国谈就好了，跟你谈什么？那俄罗斯飞弹跟无人机去打乌克兰的西部，那乌克兰说呢，再次攻击能源设施，因为冬天要到了，那冰天雪地那里很冷很冷这不是你想象的冷，都零下几十度这种冷没有暖气怎么办？没有电怎么办？打你能源措施那泽连斯基自己跑到土耳其去然后谈了半天也没有成效。俄罗斯继续轰炸乌克兰，俄罗斯根本不跟你谈嘛，25个人死了这蛮大的一个空袭而且他现在泽连斯基又陷了贪污危机。其实乌克兰一直有贪污的问题，之前也换了好几个军方，几年以前记得吗？美国国会都在问了，说我们给那么多钱跑哪里去了？给那么多武器跑哪里去了？战争的时候就有些坏蛋永远要发战争财。乌克兰没电受冻结果呢，核电高官私吞1亿美金，贪这么多的钱呢所以呢，欧盟恐怕会根本就你贪污这么严重，我也不挺你了，给你的钱都跑到私人口袋里去了嘛，搞什么鬼那所以这是泽连斯基现在最大的危机那恐怕不是战争了，而是贪污那现在呢，因为这个俄罗斯去攻核电厂，缺电、断电、断暖气那乌克兰民众很愤怒了，现在已经冷了，还断电、断暖气而且这个泽连斯基事后态度，乌克兰人不满。为什么呢？他就说就跟我们什么大官讲一样，我们支持依法执行依法执行，证据哪里不到哪里等等。所以乌克兰老百姓就讲说，他以前每次都展现好有正义所有的坏事都要反对怎么现在怎么搞得好像只是讲一讲而已好，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有人贪污了，我们去查了然后老百姓说，我们军队在打仗，他们在掏钱几个高层偷了将近1亿美金，我们看一下。网络媒体 Axios 的消息，一份由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已经成型。这个终结乌俄战争的新方案，包括让俄罗斯获得目前尚未完全控制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作为交换，美国将向乌克兰及欧洲提供防范俄罗斯侵略的安全保障。这看起来是纳入很多俄罗斯的愿望清单，但没有太多乌克兰的诉求。而这对乌克兰来说是重大让步，也具有战略风险。美国陆军部长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已经抵达乌克兰展开会谈。美军高阶将领到乌克兰，这显示川普政府可能正在寻求和乌克兰合作，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Axios 的报道指出，乌克兰官员和欧洲官员都没有参与川普的28点和平计划拟定过程。那么，川普今天也再提，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失望。Actually, Putin called me and said, "I can't believe you got that one settled. We've been trying to settle that one for a long time." I said, "Don't worry about that. Just let me settle your frickin' war."
Okay? You don't have to help me. I don't need any help. I need help with your war. And it'll get done. I thought that was going to be my easy one because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Putin, but I'm a little disappointed in President Putin right now. He knows that. 好吧，川普说对普京很失望啊、我们关系很好，以为至少够个面子啊，怎么搞了半天还在打呢？来，香龙，这当然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了。就当他们两个人在谈成为新闻的时候，好像跟乌克兰都没有什么关系啊。乌克兰好像就是等到人家谈好了之后，把方案交给你，你就照着做就好了。那这个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就像这几天我们在关注叙利亚的前总统阿塞德，他被推翻才几个月而已。推翻的时候，俄罗斯给他政治庇护，夫妻两个，老婆叫沙漠玫瑰，两个人很快的就到了俄罗斯。可是你看到，当今天叙利亚的新政府成立，这个推翻阿塞德的过去的恐怖组织的头子成为叙利亚总统的时候，在安理会投票的时候，俄罗斯投赞成票。阿塞德基本上面已经没有人提了。换句话说，不管你过去呢曾经多风光，当你不在餐桌边，你就在 menu 上面。那今天乌克兰不管过去他到泽伦斯基到许多的国家去演讲，到国会演讲，多么的风光，大家呢感动拍手掉眼泪给你钱。今天你仍然只是在菜单上面 menu 点菜的内容之一而已。战争很残酷，它是阶级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的人口最新的数字，乌克兰人口估计只剩下2800万，跟台湾差不多了。乌克兰呢在打仗之前的时候呢是4500万的人口，现在大概剩下2800万。你再看到呢一些标准的就是战争要结束前的一些讯号已经出来了。当今天呢西方的媒体不断的在报道泽伦斯基的贪腐，那个是一个美国要抛弃盟友前的标准动作，一定是你贪污。跟当时美国抛弃国民党在大陆一样，在大陆一模一样。他就说你贪污，然后呢，舆论呢哗然，舆论呢就开始摧毁你的正当性。泽伦斯基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不要说这28点里面呢有没有你参与讨论，有没有经过你的授权，基本上面就是他在摧毁你的正当性。那泽伦斯基的在政权里面呢有没有贪腐？当然有，他的贪腐最严重的在他的征兵组织，那些呢所有在街头上面呢抓年轻人的，你只要呢随时准备好钱，塞了钱之后呢就放你走，没有塞钱的时候呢就上战场去。所以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再让大家知道，前2个礼拜大家台湾内部大家热烈的在讨论伞兵，觉得有许多演艺人员啊，有许多稍微有头脸的人，只要有了钱之后，他就可以打通关节。要不是现在两岸关系紧张，这些伞兵可能呢也永远不会被查出来，他们继续在媒体上面，在各种的表演的场合当中风光的，他们才不过4个月，大部分都4个月的兵役，就这样子就都愿意的花钱买。你知道所有的战争当中，死亡最多的一定是农民，农村的人口比城市少，可以那死亡人数呢，农村的年轻人一定比城市多，城市里面学历越高的死亡率越低，越有钱的死亡率越低。战争呢就是拿你穷人的命去换的。这个呢是你所有人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你该有的基本的认识。当然美国跟俄罗斯现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他们谈完就没有事了？泽伦斯基大概讲不出什么话，可是还是要经过呢欧洲的主要的国家，因为欧洲现在主要的国家呢对于美国跟俄罗斯可能私相授受这件事，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呢是不同意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最后呢如果会把川普把特朗普给卡住的，大概不是泽伦斯基他没那个本事，而是呢欧洲的这些国家呢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条款，因为他们跟俄罗斯之间呢现在互信呢已经呢非常非常糟了。好，当我们看到特朗普前2天呢他在接受川普在前2天呢接受美国的哥伦比亚的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川普的身上呢随时都放着一张小字条，他会从他的上衣的口袋里面拿出一张折得烂的一张的像是这样的纸，然后像一张宣传纸，上面呢写了密密麻麻的，你翻开来看，他就告诉你，就是说呢，我已经达成了多少的和平协议的工作事项，1、2、3、4、5、6、7、8。但是呢，当主持人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搞不定俄罗斯？川普呢一时呢就语塞。所以呢，如何呢搞定了乌克兰，仍然是呢川普呢念兹在兹的事情。我只从台湾的视角来讲，台湾现在呢不知不觉经常把自己推上第一线，对战争
争本身所造成的杀伤力，没有什么警觉性。看看乌克兰，看看叙利亚，以及许多的老百姓应该看看呢，今天呢乌克兰的年轻人，以及乌克兰呢比较低层、比较弱势的人，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韩轩。对啊，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就乌克兰已经变成一盘菜了啦。那这盘菜的话呢，目前呢，就美国、俄罗斯就是急着要去夹它。那你说对乌克兰来说，到底有没有机会逃过一劫？不知道哦。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整个讯息，我觉得是有那些这个迹象，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确定的啊。因为从泽伦斯基在跟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段谈话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也强调说呢，这个土耳其也有意这个介入斡旋，好像意思是说呢，不是只有你美国当斡旋者，我有可能想办法另辟蹊径啊。那包括呢，这个欧洲的外交官也开始积极的出来说，警告乌克兰不能够去接受说这是一个空白的授权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同意了的话，那未来的话，他是不是给你真正的安全保障不知道，但是你已经要先割地，你已经要先裁员，那所以呢，这部分可能会付出很多东西的话呢，到最后没有办法回收。所以目前看起来，我觉得重点在于说呢，现在美国已经丝毫的不需要经过乌克兰，也不需要跟欧洲打商量，就已经片面的讨论出跟俄罗斯之间你情我愿的，甚至是眉来眼去的这个28项的那么一个方案，所以它确实凸显出来这个川普的无情。我觉得不只是刚才这个向荣提到的什么，包括叙利亚，你看他最近就是前2天，他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见面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曾经是一条人命。华尔街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这个哈绍吉，他是进到领事馆，然后被分尸，然后呢从此之后不出来所以呢，在拜登时期的话呢，因为这个关系，一直导致了美沙之间的关系、外交关系的话呢呈现冰冻。那所以这是一条美国人的人命我觉得通常来讲，美国人你其他国家的命可能不重要，美国人的人命很重要。但我说他今天为了跟沙烏地阿拉伯达成1兆美金的投资，那达成各式各样的一些呢相关石油、天然气等等的合作开发投资案的时候，他可以连这个很多美国人都觉得非常在乎的，要求沙烏地阿拉伯交出凶手、查清真相的，都可以说他批评记者说你乱讲，你当着我们的客人的面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丢脸了。他会骂自己的国家的记者不应该在客人面前给那么难堪的那么一个提问。我就觉得川普这个人已经无情到极点，而且对他来说，所有的事情，就是美国利益，而且这个美国利益是他认为的美国利益，他认为的美国利益就是美国利益，所以在美国利益当前的状况底下，管你什么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什么哈绍吉的人命，管你这个乌克兰，管你叙利亚等等都不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凸显出来的，真的就是台湾对台湾来说的话呢，你觉得放在今天，如果川普想要跟俄罗斯达成协议，他急着想要去签一些什么跟矿产有关的协议啦、贸易协议啦，先前不是就已经提过一次方案了吗？讲了一大堆的，就是要乌克兰的矿产，然后又跟俄罗斯达成经济协议。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他也想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话，那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出卖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川普的整个的外交作为，已经让大家觉得说，他已经不只是说不耐烦这个俄乌战争打那么久，他不只是说呢，我还要给你军援，给你多少的问题，我可能也不见得是趁乱就是趁乌克兰很乱，趁乌克兰现在目前很衰，趁泽连斯基现在被人家骂，所以呢开始要他吞进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整体来看，我觉得川普基本上不把别人的国家当国家所以你不要说台湾，而且台湾我要的都已经要到了如果他要台积电，他也要到了。他今天还甚至要我们去什么针对第三方要进行挹注。就如果我们担心呢台海的危机的话呢，要我们花钱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来帮助我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种予取予求，然后呢得了便宜还卖乖，到最终的话呢，他还想拿诺贝尔奖。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对他来说很丢脸嘛。你今天加沙走廊已经，我觉得也蛮丢脸，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也没什么进度了那前几天的话呢，好不容易联合国通过这个方案，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进展的样子。那当然一回过头看俄乌真的还在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要能够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可能遥遥无期所以又开始要逼别人去上这个断头台。所以我觉得这个连串的事情，只能够说我们看得出来，在川普主政的这段时间里面，不但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而且以他川普自认为的利益为优先。那他昨天还讲说台积电这些外国这个技术人员将来要帮美国训练工人，好好训练他们然后呢，他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那个王储给他6000亿美金，甚至将要1兆美元的投资，所以他也卖他 F-35了。你看这边以色列有 F-35，今天我给沙烏地阿拉伯也有 F-35，两边打吧。
打我继续卖啊！你们都很紧张，对不对？继续升高。其实川普的想法就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个大陆跟日本啊，这个持续在升高紧张啊。那水产品啊不能进来啊，因为他之前说因为福岛啦、辐射，是不准他水产品进来。水产品，那后来前日才解禁，3月才解禁，没几个月，现在又进了啊，又进了，而且还说呢，说进来也没有人要吃了，哦，日货不会有市场的哦，这点哈，有时候大概我们很难了解。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请大陆朋友啊，我就说他要吃什么，我说吃个日本料理吧，不吃日本料理。哦，所以有些还是很强烈的啊，那有些是说我讨厌日本，但是我就是把你吃了啊，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啊。那另外呢，说因为中国的市场占日本出口量的1/5水产品，所以这个蛮大的市场，1/5算是很大了哈。但是也有扇贝叶子，没关系啦，我们早就有这个打算了，我们就卖给美国吧啊。那另外呢，赖清德他中午吃什么？寿司，就是你大陆不吃，我吃啊。然后呢，他有鹿儿岛的狮鱼，跟北海道的帆立贝啊，就是干贝啦啊。那如果只吃这样实在太少了，我觉得这前菜这样，怎么只可能中午吃这么少，还是少了哦。然后呢，大概有一个什么汤啊等等，味噌汤啊，味噌汤。那另外呢，这个大陆的官媒昨天晚上啊，突然说呢，赖清德是复合高市早苗，所以叫以外谋独，现在外变成高市了啊。以前外都基本上比较像美国，现在是赖清德倚着日本想要独立啊。林佳龙说呢，大陆禁止日本水产品，所以我们在关键时刻要支持日本，我们要进口日本水产品，大家努力吃狮鱼，努力吃帆立贝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因为日本派个局长了啊，到大陆去访问了啊，司长级的，结果日本外相说，我们这是定期会晤。不是去跟他什么解释啊、说明啊，不是特意安排的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特别为这是安排，没有了，本来就定期他们要见面的啊。俄罗斯突然表态了，哦，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说呢，日本这个日本的首相发言很危险哦，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从2战中吸取教训哦。他说呢，这个我们包括高市其他日本政治人物都应该对历史保持警觉与反思，避免因为错误言行引发严重的后果。哦，这个我想到这段，当时雅尔达密约，俄罗斯就把苏联就把关东军的势力都收回，然后交给共产党，交给中共。所以中共国民党从东北开始丢以后，就一路丢下来。东北那个多重要的地方哈。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官媒说呢，要求高市道歉，要辞职，收回相关言论啊，压力很大啊。那当然了，因为高市在自民党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越压迫他怎么辞？你叫他怎么辞？他辞他不要混啊，他怎么也不会辞的。我认为是不会辞的了啊。但是呢，这个大陆显然要他辞啊。那另外呢，这个高市的亲信说呢，他答询完在那个预算委员会答询完以后，私下认为我也是说过头了。那幕僚自责说幕僚自己可能准备不周哦，说高市呢那天呢早上3、4点就去准备，自己关起房门来准备了3个半钟头，不准别人打扰他哦，除非他要你来，旁边人才会来，否则他自己在那边干。自己因为预言咨询要咨询什么，大概事先都有这些资料，他就在那边一个自己拟他的回答。所以呢，幕僚也觉得说有点自责了，就搞得好像没有尽到幕僚的责任，闹了这么大的风波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有一个邮轮啊，因为呢上面很多大陆客嘛，本来要上冲绳、宫古岛都不上了，日本不去了。赴日的机票呢，昨天说49万张，现在已经超过54万张，退票哦，不去了。我们看一下。大陆2023年8月以日本排放福岛核废水为由，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今年11月才解除禁令，結果不到半個月，政策再度發夾彎。其實我覺得日本水產同我哋國內水產嘅差別唔係好大嘅啫，因為你話當前形勢下，即使日本水產品向中國出口，也不會有市場。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是日本未提供水产品技术材料，就算开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已引爆全民怒火，市场也不会买单。不过，目前大陆海关总署还未正式发布公告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似乎仍有转圜空间。除了水产品，中日牛肉进口磋商也暂停，而最先受到冲击的觀光業衝擊更加明顯。即係查詢啦，即係來自電話或者一啲通訊軟件，或者網上睇日本旅遊產品都跌咗兩成度啦。港媒南華早報指出，15號以後，大陸赴日航線取消量超過49萬張。同一時間，大陸文攻手段持續加碼。Whoever plays with fire will eventually get burned. 解放軍旗下媒體中國軍號19號在 X 平台一連發出嘲諷短影音和漫畫，其中這張描繪高市早苗點燃日本和平憲法，暗批他為軍國主義招魂。陸方大動作反制，日本朝日新聞披露，高市早苗私下向幕僚承認自己台灣有事論有點說過頭了。那没有怎么看？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事情会弄得这么僵，还是一开始是薛健自己写了一个 X 的那个贴文啦，哈，那引发当然整个日本内部的社会其实真的是很剧烈反应。那即便说现在日本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相对温和的左派的这个政治家，还是在这件事情上是比较挺高市早苗，所以我想这个是给他很大的底气，在这些陆续后续的事件上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态度。那再回到台湾的部分来讲，其实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们赖总统吃这个寿司的画面，我就想到安倍晋三首相当时吃台湾凤梨的画面了哈。因为中国大陆这边在对台湾的政治或者对两岸政治有想要做一个这种惩罚性手段的时候，常常就从农产品下手。那农产品有一个很特别的好的点，就是说它的反应速度很快，我政治要收要放，我随时就可以处理。那再来就是它对整体的经济影响相对不是那么大哈，就是说以整个多边的经济的这个交流来讲，它的数额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变成是各自的国家可以明确的感受到那个政治的表态，可是它的冲击又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台湾来讲一个很熟悉的情况。那当时台湾的多项农产品被中国制裁的时候，其实日本一直有去做这种对台湾的采购的这种补贴，包含的补助，譬如说对芒果的采购啦，对凤梨的采购啦等等之类的哈。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表态，我想台湾的毕竟人口数也不像中国那么多，你说要做一个市场的替代，我觉得是很难的。那只能说是台日友好一个象征上的哈，那我们也去表态说，互相有个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互相支援一下？但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持续？我相信是不会啦，应该它还是一个很大的情绪性在里面。那大家在这个浪头之下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那么支持，就是说好像在上面加油添醋，但是实际上就是假设真的对农渔民有影响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一些互相帮助的这个考量在里面。对。刚刚说不要在这件事这样加油添醋，但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件事上是见猎欣喜，而且加油添火。坦白说，我可以理解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民进党也好，对于高市这种挺台的立场，我们是要有义气的去相挺一下。但是民进党每次的解决方案就是叫台湾人民用吃来解决问题。大陆不买我们的凤梨，就叫国军吃；大陆不买我们的石斑，就叫小朋友吃。现在连大陆禁止日本的水产，也叫台湾人吃，然后叫台湾人多去日本旅游，多吃日本的水产。林佳龙知不知道？台湾跟日本的贸易逆差已经很严重了，也就是我们已经让日本赚我们很多钱了。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相挺方法就是吃，而且叫民众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中日人互相的贸易依存其实是蛮高的啊。这个日本出口到大陆的这个市场占整个日本出口市场的1/5。全世界这么多国家，但是它有1/5都出口到这个大陆去。同样的，日本从大陆进口的也占整个进口量的1/5，所以他们中间其实是有高度的贸易依存度的啊。那刚刚说的确实是没有错，中国大陆这些用水产这件事是采取一个冲击面最小的。为什么？因为过去1年多本来就暂停进口了，现在也不过刚恢复大概不到10天，说不定渔获都还没有打包啊，它又暂停。所以其实对日本来说算是一个警告意义而已，实质的伤害还没有出现啊。所以就看接下来高市早苗要怎么样去因应。当然对台湾来说台湾跟乌克兰是不一样。我相信，如果台海有事的话，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美国有事，台湾有事，欧洲有事，台湾有事，全世界有事。可是问题是，对于其他国家，还有2个方法可以采取一个是叫做
迎难而上，因为台湾有事，我们有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相挺到底哦，派兵啊，相挺到底。可第二个是更可能的做法，叫做避险保全，减少台湾有事我受到的冲击。譬如说，我们最近在跟辉达谈北士科这一件事情啊，原本可能新售他不愿意解约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去征收其他的私人土地来给辉达。我就问台北市政府一件事，那为什么不辉达自己买就好了，要台北市政府来征收，然后再转租给辉达？结果市政府跟我讲说，因为台湾有地缘政治的风险，辉达不愿意在台湾置产。他可以跟你租土地，他可以盖一个办公大楼，但他不愿意买土地资产。这个其实在全世界很多高科技国家、很多高科技产业，他跟台湾在下订单的时候，我们的科技供应链的时候，都会要求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海外生产基地？因为我听很多内科的厂商说的，他们在下订单的时候会先问你有没有足够的一定的生产额是在海外，不管是在越南或者其他国家，因为避免如果两岸发生状况的时候，科技界的这个供应链会有断裂的情况，所以其实全世界各国都在做这种避险保全的政策。可是只有民进党很开心的一直听到说，我有事你有事，所以我们一起有事好了。可是网友其实在说，那为什么不要一起没事呢？你这叫台湾 Plus One 了，这3年以前就开始了，就台湾加1了。只要国外这边有厂的或者是买的，在另外一个地方起码有1个加1个哈。这其实我认为要去吃日本水产品的那个效果有限，那是个宣示性，因为台湾人已经很爱日本食物了啦。你那个日本料理店都很多啊，而且那种真的高级日本料理，你去都告诉你，这个今天才运来的，这个从哪里北海道的，那边从哪里的，其实这就已经很爱了哈。所以你能增加的其实是有限的了哈。那我刚查了一下，去年我们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是206亿美元，所以我们其实对日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这个很好了。就在再回来，我们没有这么。